居然杀了贺英！我干爹死了！我看大家误会了，在下来到的时候，贺英已经伤重身亡。你杀了我干爹！我没杀人，我不是凶手。那看起来你真的不像是个凶手啊！诸葛先生，你为何要帮这个杀人凶手？案件还没有彻查，我们不可以伤及无辜，免得后悔莫及嘛。大家别争论了，凶手并不是这位捕快，凶手带着3把古剑朝西边逃走，可是，在树林遇到贺英，接着便拿天劫古剑把他杀死。先盗剑后杀人，这个大家都清楚。如果他是凶手的话，另外2把古剑为何不在他身上呢？可以把剑藏起来的。情况仓促，根本没机会收藏2把古剑。为何他在杀人之后还要留在现场让我们发现呢？我和韦管事都看到，凶手是穿着黑色夜行衣。试问他在被追捕的时候，会不会还有空闲换衣服？就算他真的边走边换，那件黑色夜行衣也应该被我们发现。不过最重要的疑点就是死者的伤，初步鉴定贺英是失血致死，致命一击当然是胸口一击。正因为大量的剑伤，凶手身上一定染满了贺英的血。可是他呢，身上一滴血都没有，所以他根本就不是凶手。他不是凶手，那是谁呀？在下发现铁索桥被雷劈断之后，本来想回头通知大家，谁知道发现贺英被杀，所以我认为凶手还在山庄范围之内。能够杀死贺英，凶手的武功一定不简单。在山庄之内，以大家的武功，都有可能做得到。所以凶手必定是我们当中一个。对了，有什么发现吗？有。是什么？我没必要告诉你。1人智不如2人义嘛。只要不喜欢用脑，要喜欢推卸责任的人才会说这种话。别怪我不近人情，自己留意一下附近有没有血迹。为什么这里有这么多血迹？如果贺英是在西边被人杀死的话，这里不应该有这么多血迹。吴清公子，你是不是想说西涧并不是贺英被杀的第1案发现场？你也很细心，不过现在只是找到问题。为什么凶手杀了贺英之后，要把贺英的尸首搬到西涧弃尸？我很快找到答案。把话说清楚再走。我警告你，别胡说。贺英不是我杀的。那个混蛋拿那件事要挟我说你就，他也勒索你呀，不是你杀了他吗？哼！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陈老爷不见了。大家看这边，老爷显灵了。大家跟我进房就知道了。各位，关键就在这里。在案发的时候，我们在房外看到的人影，其实是这个人像剪纸所造成，所以大家都以为陈大忠一直在泡浴。直到人像剪纸消失，我们就以为陈大忠在这一刻遇害。其实凶手老早就潜到房里杀死陈大忠。他杀死陈大忠，然后把预备好的剪纸贴上。当时我们看到的根本就是一个剪影，以为陈大忠还在泡浴，但是其实当时他已经死了。一直到人像剪纸反悔，我们才发现陈大忠死了。
就因为这样，才让我们产生错觉，以为陈大忠在这一刻被人杀死。凶手根本在混淆杀人的真正时刻，我们全都被他的障眼法给骗了。阿弥陀佛，凶徒机关算尽，也让施主你一一破解，天意。不是天意，而是凶手误算了一件事。由于凶手在行凶过程中意外地损毁了木桶，造成水不停地流出来。我们冲进房的时候，如果陈大忠是刚刚遇害，根本不可能有这么多水流出来。很明显，陈大忠其实老早就遇害了，所以之前说自己案发的时候不在现场的人，个个都有可能是凶手。我猜想呢，雷波跟贺英应该是有宿怨的，所以报仇杀人。怎么会这样的？他明明是凶手嘛！我和静怡法师听见雷将军的房里传出惨叫声，所以立刻赶来。我们也听见声音赶过来。我们发现门是反锁的，接着我们就破门而入。是啊，我们进入房里的时候就看见他伏尸在桌子上了。你们说专门进来之前门是反锁的，那凶手杀死雷将军之后怎么离开呢？经过我仔细检查呢，这里所有的窗户都是从内反锁的。王爷，打开。正如金先生所言，原来当年雷波、陈大忠和贺英都属于神卫军，还是同一营的。我猜想他们3个人应该是朋比为奸，后来分道扬镳之后，贺英便借此而要挟。我也曾听过雷波和陈大忠争执，说被贺英要挟。他杀了贺英，再杀死陈大忠，从此就没人知道他的过去。他一定是知道自己跑不掉，所以就自杀了事。不会错的，他一定是杀死贺英和陈大忠的凶手。没错，是贫僧先出门进去的，有何不妥呢？不妥之极，因为门根本就没关紧。第一个撞门进去的人，就是捏造密室之说的人。我们全靠密室证实雷波自尽。如果大师捏造密室之说是真的，莫非大师就是凶手？我记得当日门上那个门栓是断开的。没错，锁门用的门栓的确是断了。一根木枝，如果被外力从内侧折断，断口上面的木刺会向外开叉。但是当日断了的门栓，断口上面的木刺是朝着大门方向。如果是从外面运进推断门栓，门栓断口上面的木刺应该是相反的。为什么？嗨，门栓早就已经断了，凶手放上去的。其实凶手老早就在房里杀死雷波，然后再布下密室假象，是不是大师？你不说，我来帮你说。你进了雷波房里，然后拿天谴剑杀死雷波，留下假遗书，接着锁好所有的窗户，再弄断门栓，方便做成密室的格局。可惜你一时疏忽，没留意到门栓断口的方向。你出去再装成半路会合维管室，一起去找雷波，然后你率先推门，装成门关紧的，造成密室的假象。只凭一根门栓，你就说我是杀人凶手？当然不止这么简单。你走了之后，雷波还没断气，他用最后一口气，在凳子上用血写下凶手的名字。当时我看见你袖子上面有血迹，就趁大家离开之后，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。结果我在凳子上发现一些不完整的写字，虽然字迹不齐全，但是剩下2点。2点，是净字3点水上面那2点。雷波想写下的是静一大师的名字。在最后，你还多犯一个错，就是刺杀陈大忠的时候，沾染了他身上的香油。是你刚才洗衣服时候，我才发现，原来我闻到的，真是陈老爷用的香油。没错，
我就是凶手。大师，你为何要杀死陈大中、贺英跟雷波呢？其实我们是一伙的。我原名梁康，是神卫军的一员，跟贺英他们是同袍。我们奉命去讨伐乱民，路上跟大队失散，经过一个庄园，我们看天色昏暗，就打算在那里借宿一宿。贺英知道庄主一家非常富有，见猎心喜，掠夺他们的财富，还杀害庄主一家上下10几口。当时我不敢反抗他们，还做了帮凶。可是我内心很不安，最后决定自首。谁知道被他们发现，我一路被他们追杀，身受重伤。终于，最后被一个和尚救了。经历此变，我决定洗心革面，皈依我佛，以赎我的罪孽。我怎么都想不到，王爷这次的赏鉴大会，居然也邀请这帮人上来。本来我打算把昔日的恩怨放下，可是我看到他们毫无悔意，于是我决定替天行道。就这样，你把他们杀了，然后嫁祸给雷波。没错，我以为雷波一死，这件事便会了结，谁知道到最后，还是让你们。在施剑那天，我向道剑的黑衣人所发的暗器。要是你打中黑衣人，为什么上面一点血迹都没有？我懂了，我知道凶手是怎么犯案的。糟了，大师可以用杀了。辛苦了，施主。慢着，什么事？果然有毒。为什么会这样？真凶想连你也杀。是什么人给大师饭菜？是不是韦金涛？是。韦管事，想离开山庄啊？我干嘛要离开？杀了人，当然要走。你别开玩笑了，我杀了什么人？贺英、陈大中跟雷波。静一，你还没死。阿弥陀佛！要不是无情公子及时阻止，静一大师就被你毒死。你的诡计已经被我识破，了。我不知道你说什么，那就让我来告诉你吧。就从你盗3把古剑开始。我盗剑？藏剑室的钥匙一向只有王爷保管和拥有，我怎么可能打开锁盗走宝剑？在王爷把钥匙交给你打开藏剑室的时候，你已经预先仿制了另外一把来掉了包，事后再找机会换回就行了。竟有此事！冤枉啊！当日明明是黑衣人盗走宝剑，你也看到的。我当然看到。其实黑影是假人，由你暗中控制，目的是制造盗剑的是另有其人。如果是我盗剑的话，我哪有机会杀死贺英？别忘了藏剑室出事之后，我一直跟你在一起。其实贺英不是在我遇见你之后死，是在之前。不可能的，贺英是被天劫剑所杀，就是宝剑被盗之后，就是你看到韦管事之后。其实3把剑在我到达藏剑室之前，已经被韦管事盗走。他等我到了演这么一场戏，就是希望大家有这错觉。换言之，贺英在无情没到藏剑室之前，已经遇害，那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贺英死在树林。韦管事也要把他的尸首移到西边。因为以流血的情况，是可以断定死者死亡的时间。韦管事把贺英的尸首放入水中，是想掩饰流血的情况，掩饰贺英早就被杀的事实。这陈大中和雷波呢？自然也是他杀的。他潜进陈大中房里，把他杀死，然后施然走出来，还跟我们倾谈，混淆视听。至于雷波的死，他假作密室，真正第一个推门的人就是韦管事。静一大师只是替他顶罪。静一大师，你为什么要替他顶罪呢？阿弥陀佛，事到如今，
贫僧也没办法维护你了，韦施主。谁要你维护我？给本王拿下！你这个杀人凶手，束手就擒吧！我是杀人凶手？那贺英他们是什么？他们才是杀人凶手！没错，我们个个都有负于你。大师何出此言？如果我没猜错，韦管事就是当年牛家庄的后人。牛家庄庄主夫妇是我亲生爹娘。当年你们这群狼心狗肺的贼兵，洗劫我牛家庄，杀害我全家，使我一个孤儿流落四方，辗转到了王府办事，我时刻未忘家仇。当王爷想举办赏鉴大会，广邀武林中人，我知道我报仇的时候来了。那张宾客名单是你带我拟的，于是你便加上贺英他们3个名字上去，还通知他们早点到。我要杀光他们报仇。难得你也在，我也要杀你！贫僧罪孽深重，理应受罚。之前我发觉你懂得种牛家庄的家传沉鱼落雁茶花，还有你手上的胎痣，我知道你是牛家庄的后人。我知道你是牛家庄的后人之后，我便暗中留意你。我看到你杀了雷波之后，我才明白，贺英和陈大忠都是你所杀的。你心包庇韦管事，所以擦掉雷波所留下的韦金涛3个字，而且还故意在衣服上抹上香油，惹我怀疑。我眼见你们要识破密室之局，索性承认一切，希望为我所造的孽做出补偿。你要赎罪，就受我一剑！